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啊。这两天重庆有个特别火的景点，就是说那个长江的千年神龟啊浮出水面，非常火，到处都在说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。刚好这两天我在重庆休息嘛，休整一下，看看这个地方呢。现在我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重庆的南滨路啊，也就在东水门大桥下面这一块，被称为那个重庆的外滩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里就是长江。对面那里呢？大家猜哪里？那里就是那个解放碑啊，解放碑就是渝中半岛嘛，这个是商业圈，重庆非常有名的地方，解放碑。然后这个桥呢，就是东水门大桥，我已经拍过视频了。这上面是两用的，上面是公路，然后下面是铁路，这个我已经拍过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前面呢，桥过去一点点哈，就是那个朝天门。就是那个来福士广场，就在那边。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这两天来这边拍照的人特别多啊。可以看到今年长江的水域啊，不是那个太多，现在属于那个淡水期嘛，就我们的枯水期一样的。平时这里都会淹没的，那个桥墩那里啊那么大，它有那个水位的标志啊。这个千年神龟啊就在前面，大家可以看看下面哈，这里以前是长满草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有路了，走出来路了，就是我们常说的。本无路嘛，多走就走出来路了。前面那里也是重庆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就是索道啊，那个长江索道，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上面有那个在做了，然后下面有很多游轮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游长江，有夜游长江，还有去其他地方的都有。我没坐过，在长江这个地方没坐过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？这个索道往前走啊，那里就有一个楼非常有名，就是重庆24层楼没有电梯的，就在索道左边。这个地方啊属于长江水域，所以大家如果能下去参观的话，去游玩的话，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。前面那里啊就是那个朝天门码头跟来福士广场，这侧面呢正前方好看一点。那个朝天门码头跟那个来福士广场啊，我都拍过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游客不算太多，听说前两天来这里的游客非常多啊，现在比较少，现在是大中午的时候。今年长江水位比较低啊，属于枯水期。听旁边的阿姨说啊，就是那些老人说，他说往年也比较低，但是没今年这么厉害。这就是长江里面的情况，石头水，大家可以看长江的水域。我们现在看到是长江的那个游轮呐，这种游轮大家坐过没有？长江很多地方都有游轮呐，像武汉也有，这个重庆也有，这个还有长江夜游，大家不知道坐过没有？特别是我们知道从湖北宜昌可以坐那个游轮呐，可以来重庆，这个比较远，我是没坐过，有些人坐过。我去年本来想坐过来的，但是后来看一下价格太贵，就没有坐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游轮速度还挺快的。下次还是在长江上要坐一下游轮，体验一下。重庆嘛，被称为桥都，所以它有很多桥。这座东水门大桥啊，也创造了很多历史第一。我们现在可以在视频里面看到有地铁通过，它是两用的公路地铁。重庆的很多桥都是这样的，有公路，有地铁，还有轻轨。那个轻轨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菜园坝大桥啊，就是公路还有那个轻轨两用的。这个就是重庆这两天很火的千年神龟，在长江里面的。我们现在近距离看一下，大家这样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像一只乌龟？可以看到头、贝壳、尾巴，这都能看得到啊。一只千年神龟啊，卧立在长江里面。大家说这个乌龟有多少年？这长江水域啊，水流还是很湍急的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神龟旁边的水，很多漩涡啊，所以大家来这里参观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管是这里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。在这个神龟上面呢，还有两龛佛像啊，一个是观音，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。主要的作用就是保佑啊，在这附近行驶的，在这长江行驶的船只的安全，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嘛。其实这样看哈，这个石像啊，确实非常像一只乌龟啊。我们这样旋转看一下，这个神龟呢，听当地人说啊，就旁边刚才听其他人说啊，每年都会露出来一点，
但是因为今年比较特别，它露出的比较多，往年没有露出这么多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龟壳啊和脑袋、头部就是这样的，很像吧？这个千年神龟啊，如果是大自然形成的，那就太壮观、太震撼了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所以如果有知道的朋友，在评论里面说一下，这个到底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开凿的？